千年，重新唤醒这副不朽的身躯，欲望、愤怒，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。沉睡的身体正需要滋养，能为教主奉献是他们的荣耀。我的复苏，赵氏暗影将势不可挡。弟子有错，为人师者，理当帮你回到正途。事到如今，你仍然是我最得意的门生。是教主，教主复苏了！这股力量极具压迫感。嘿嘿嘿嘿，永不日落的天界要变天啦！你的确是个难得的对手，可惜今天我们无法真正分出胜负了。你是怕了吧？我感受到了他的召唤。这场动乱的真正操控者，原是玉尊。看来这一战远未结束。天界出事了。最近为筹办天龙界，也见过几位天神，记得并无异样。这种感觉，不像是天神。天神从来都不止一种面貌，与他们打交道要处处小心。放心吧，老龙王。如来老师，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？很明显是天气转冷，多喝热水。啊！别多想，好好读书，那都是先贤留下的智慧。如来老师，我很喜欢你教导的东西。天界遭逢巨变，可惜我被困于此，希望不会影响到唐三藏他们。
师傅！木镜，再跌下去就不妙了。师傅，我们先回地面。那上去吧。八戒师兄，师父和鳌雪师兄呢？我们再下去救他们吧。不能去，深渊尽头是阴界。阴界就阴界吧，师父他们还在下面。八戒师兄，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对吧？傻瓜，若阴界可以自出自入，世上就没有生离死别了。跌入阴界，意味失去一切生还的希望。相隔阴阳两界，师父和鳌雪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帝释天，外面情况如何？暗影大军仍在天宫作战，到目前为止，战况不利。不利。光魂天神的抵抗比预期要顽强，只好请教主提早出关，指明方向。无妨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我喜欢你。你要做什么？你内心有求而不得的欲望，你渴望那个人的关注，你渴望拥有他，甚至宁可得不到就毁掉。对吗？是，没错。那又怎样？别害怕，我喜欢有欲望的人，并且我喜欢帮助别人达成欲望。我体察所有痛苦灵魂的呐喊，并给予回应。接受它，不必克制。没有边界才叫自由。释放你的内心吧。第一次接纳真正的自己，都会流下喜极而泣的眼泪。你们的每一次随心所欲，都是遵循自由的意志。对，没错，自由是高贵的。那就随我来吧。另外2位尊者仍在沉睡，再没有人能阻挡我。加入暗影实在太美妙了。暗影们向那边汇聚过去了，是听到某种呼唤吧？是元始玉尊，这场暗魂之乱的始作俑者，也是我们天界的创造者。广目天王，伤势如何？其其小伤不足挂齿。倒是这帮暗影又在搞什么花样？他们这是在重新集结，准备迎接他们的教祖。
在我沉睡期间，竟出现你这样令人赞叹的大妖，我喜欢你的为人。你曾经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，你曾经不受约束。喂，可本大爷看不惯你，因为你太弱了。哼，是吗？你很有趣，但无论如何，你站错边了。你到底想怎样？要打就打，随时奉陪。你动作也太僵硬了。虽然灵活，但硬汉大术就是自取灭亡。由石中出生的你，死后变回石头，也算善终了。遥远的上古时代，世间本处于一片无尽的混沌黑暗之中。突如其来的一场爆炸，诞生出天地间第一团火，史称永恒之火。火光照耀下，诞生了3位不同观念的天神，代表欲望与毁灭的原始玉尊，带来创造、慈悲与爱的宝灵上尊，追求公平、中庸的道德太尊。3位古神携手创造了天宫，建立第一代伟大的天界神权。然而，原始玉尊和宝灵上尊因观念的完全对立，无法容忍对方的存在。不久后，大战爆发。邪恶永远无法摧毁光之正义。欲望和自由，才能带来最强大的力量。是你被自己所谓的规条束缚了。2大古神之战延续100年，影响深远，令当时那代天神死绝，天宫也近乎摧毁。追求中立的道德太尊最终出手调停。停手吧，不要再继续战斗了。最终3大古神签订协议，向新一代天神交出神权，不再干预天宫事务。自此，3尊一直沉睡，成为天界传说。直至这一天，他被惊醒。宝灵上尊察觉到协议失效，大战再次席卷重来。孙悟空，你的特质不适合加入我们。只有将你抹去。大妖孙悟空，
就这样被终结了。如何？一心追求力量的毗沙门天，我没有令你失望吧？我这双手能够改变任何生命的本质，给予新生，或是造成灭亡。终于见到你了，伟大的元始玉尊！啊，是你！我一直无比期待这一天，好当面向你表达敬意。是吗？但我从你的内心看到，你期待的只是见到我后如何取代我。不过教主是不会介意别人心存不敬的吧？毕竟，我也想吃掉你。那就把你们的不敬都收起来，并且永远收在心底。暗影就是无拘无束，这是教主唤醒我们时说过的话。我等暗影天神响应教主号召，现已全部汇聚于此。那就是一切毁灭、破坏的源头，元始玉尊吗？走吧，总要打个招呼的。你们每一位都曾贵为天神，耀眼瞩目，但也曾坠入黑暗，受尽折磨。我于痛苦的深渊找到你们，给予新生，为的就是创造一个彻底自由、没有规条的天界。如今，暗影天神要纠正以往，我们理应索取更多，随心所欲，随性而为，因为我们是众生的顶点。暗影势不可挡。我们要挑起战争。暗影天帝，你总能明白我的心意。往后暗影天界仍由你来领导。我们要摒弃过去天界低调的作风，放下慈悲。龙族、夜叉、阿修罗，任何种族，世间一切都要彻底臣服在我们脚下。暗影天界，暗影天界，暗影天界。看来，还是要先肃清眼前的障碍。哈哈哈哈！那你们的障碍可不好对付。我们竟用这样的方式见面，创造了天界的古神元始玉尊，但同时也催生了暗魂，令天界几乎毁于一旦。上古时代的脑子就是琢磨不透，能干出暗魂这等蠢事。你们也是天神，真的要对他动手吗？诚惶诚恐。你们自是惶恐，对三尊动手是大逆不道。现在我以先祖的身份，将你们逐出天界。我们要成游民了吗？不会吧，别乱说。你的确是天界的始祖，但先辈不代表就是引领者，后辈也不意味着是追随者。我们追随的是正义。何况，我相信驱逐我们，并非三尊一致意愿。
否则，为何不见其余2位？你没资格过问。既然你们不愿体面离开，那就动手吧。哼，既要反抗，又碍于传统和卑微的身份不敢动手，就是这样毫无意义的条条框框，让你们束手束脚。就让我再一次引领你们进攻！嘿嘿，玉尊老弟，香蕉赏你，不必客气啊。这是金蝉脱壳，你竟然没死！哼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看不惯别人装腔作势，但凡见到，都忍不住要掌一掌。连玉尊也敢戏弄，放肆！哼，想打败我可没那么容易。看我超元金刚石！如此靓丽，我已看清了你的能耐。杀人飞腿！这个凡间妖物竟然伤了我！我那么精心保养的身体，不可原谅。我果然没猜错，沉睡1000年的上古之神，神力纵使强大，但未必能适应现在的环境啊！不用害怕，所有天神们，跟随我孙悟空，作战吧！不知天高地厚的妖物，我只有将你们全部抹除。战斗始终是无法避免的。所有天兵，全力迎击！太吵了！解决一个。倒不是弱者，只可惜都将化为尘埃。
我所一念。忘了，还有一只臭猴子。那你可要记好了，最后打败你的就是本大爷。超元冲击！痴心妄想！痛苦进击！又一股强大的神力降临，难道是光影之战已持续了无数年，责任全在我和元始玉尊，该由我来亲自解决。不知道我是谁啊！这股祥和的神力好强，他是谁？是三尊中的宝灵上尊。元始玉尊，你又无耻的毁约了。果然，你还是来了。有我在，天宫就永远不会转安。这股强烈的风暴要把我撕碎了！太恶呀！这股可怕的神力竟能与教祖匹敌，太强了！元始玉尊，当年经历那可怕的一战后，你我曾立下协议，永不插手天宫事务，让世间不再受我们狭隘的意志左右，自由发展。如今你却又贼心不死，再次鼓动邪恶的力量，危害四方。果然，卑劣依旧是你的本性。哼，你也依旧天真。1000年了，我永远比你走前一步，是因为我了解你。你要遵守誓言，而我只要随心所欲。看见了吗？我依旧有无数狂热的追随者，一如当年。我只是遗憾，当年没有亲手杀了你。
令谢氏生灵再次蒙难。是吗？当初侥幸捡回性命的可是你，宝灵上尊，你的运气到头了。那就来延续这未完的一战吧。旷世星坠。痛苦金句。真是的，又打起来了。你们除了毁灭对方之外，就没有别的事可做吗？哎，幸好我来得及时呀！诸位天神，由我来做个和事佬，好吗？哦，道德太尊又有何说法？多事的家伙也来了。哎，荒影之争本就是不必要的，你们太小题大做了。说到底，大家都是天神，何必互相残杀呢？过去大大小小的战争历经无数，打也打够了，却始终没打出个结果来。哎，突然耗费心力，百害而无一利。不如你们听我一句劝，我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呀！只要双方各退一步，我们就能重返和平。搁置只是延缓纷争，这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哎呀，那就这么打下去也不是办法呀！难道你忍心看生灵涂炭？这说的好像我们反成了罪魁祸首。道德太尊，希望你先弄清楚是谁挑起的战争，而且现在我退一寸，他必进一尺。有些人根本不必议和。哎，元始一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但事到如今，
相信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也愿意放下争执吧？哎，不回答我就当你同意了啊！作为世间公道的化身，我绝对保持中立，不偏袒任何一方。那就由我做出裁决，停止这场战争吧，不必再执着光与暗。天宫有一半变暗，已成铁一般的事实。与其斗个两败俱伤，不如接受对方的存在，视之为兄弟，光暗共存，一起建立新的天界。够了！听得我倒胃口！在赤日饮血的暗魂面前讲和的家伙，本身就是个混蛋，还要摆出一副清高的样子，还说什么视暗魂为兄弟，简直令我自豪！大胆妖猴，休得放肆！别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！超远咆哮！真是岂有此理！还有什么招式，尽管使出来！孙悟空，不得造次。你们三尊都是目中无人的家伙，以为说些狗屁话、指指点点的就可以决定一切吗？这里的天神可能怕你们，但是我孙悟空当你们是放屁！对天神不敬，太过放肆！还有你这老王八，你之前不是很嚣张的吗？现在怎么话也不敢说，跟在这混蛋后面当狗尾巴了？尽管飞吧！胆大妄为的家伙！如你所见，并非我不合作，不依不饶的是他们。妖猴孙悟空，这里是天界，还轮不到你来说话。你以为我不记得你了吗？当年你闯入我的炼丹炉窃取灵丹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清算。我怎么不记得有这种事？你今日又胆来捣乱天宫，果然贼性难改。捣乱天宫？没错，我已查明了前因后果。众天神撕裂成两派对抗，其肇因是你这孽畜激化了矛盾，孙悟空就是罪魁祸首。这种吧，那就处死他！此言不妥，我不认为孙悟空有任何责任。宝灵上尊，你不必偏袒他，天宫不分光暗，本都是亲如一家。只有他是搅局的妖物，居心叵测。嘿，又变成一家人了。依我看，会化解冲突，达成光暗和平，将孙悟空就地正法是最公道之法。元始玉尊，你觉得如何？献上妖猴孙悟空作为罢兵议和的礼物。没错，你要是接受提议，那大家都好下台。好，我接受提议，处死孙悟空。很好，这样就好办多了，和平就在眼前，将妖猴孙悟空就地正法。
是道德太尊的指示，用剑气击杀可以吗？可是，只要满足元始玉尊与暗影的意愿，就能换来天界和平。无数天神也不必因此牺牲，不是绝妙的方案吗？哼，你觉得这样很高明吗？光是天神们还不拿下孙悟空，难道非要我亲自动手？三尊已经明确指示，无从推脱了。没办法了，喂，等等！哎，没想到，本来要拼个你死我活的人，却忽然间结成联盟了。嘿嘿嘿，我这个外来者反而变得碍事了。你们天神还真有趣。那就一起上吧！我孙悟空将你们全部收拾掉！太傻了，孙悟空，还没看清自己的处境。现在说的是众神之事，你不过是一头妖物。光暗两派要献上你的头颅，来达成和平。你是没机会的，应当投降。杀心是由你开始吗？不要急，道德太尊，我不干了，从此不再是天神。杀心大神，这不好吧？这是要对杀心大人动手吗？你是要反了？过去，我一向以身为天界护法而自豪，但今天，若要以这种方式与暗影求和，请恕我无法办到。杀心！为了区区一个孙悟空，你已经说出这种话？别误会，绝不是为了孙悟空，那是再过1万年也不会发生的事。只因我对自己要求十分严谨，献上他，我觉得太难看了。真能装！你应该清楚，天神可不是说不干就能不干的。事到如今，天神这个身份已不再重要。决定的事就要做到底。把我加入孙悟空的行列也无妨。你这家伙，那就唯有将你们都拿下。谁叫大爷？不错，很强硬的表态。我必不会与杀心为敌。正义的光魂，终究不会妥协。孙悟空应该助我们很多呢，我们不能背叛他。是，太说不过去了。这都是要做什么？杀心大神的强硬态度，似乎令大家改变了。这样，等同于全体违抗道德太尊。哼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现世天神有自己的想法，你我都不了解他们。那要怎么办？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。我只想大家和和气气的，你们就一定要重蹈覆辙吗？对所有事都保持中立，实则助长邪恶。你也不是没有责任的。看来此战已无法避免。既然如此，
那就不用废话了。你这个老东西，我要为鼠疫报仇！逼我出手！你们以为我每次都只会在旁边看戏吗？乾坤一气，自分两仪。全裂开了！好强大的力量，居然撕裂了地面！道德太尊的令符将整个天宫一分为二了。你们非要将对方赶出天宫，那我就将天宫分开。从今往后，你们也不必再争了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出手。元始玉尊，你若要再斗，就是逼我站在光之天神一方，别试探我的底线。哼，没关系，反正这些光之天神，最终还是逃不出灭亡的命运。老王八，别走啊！不是时我的妖吼还在狂吠。老王八，有本事回来再打过呀！今日之事已了，不必再继续纠缠。就这样放他们走？光暗之争是很复杂的，今天还未到了结的时候。这有什么复杂的？哼，把他们统统揍扁，不就行了？沙溪，今后我也会陪在你身边的。我真是干得太好了，总算是避免了一场灾难。宝灵上尊，光之天神这边也请为我保留一个位置。这场灾劫只不过是延迟罢了。暗魂的欲望是不会停歇的，你应该明白这一点。事缓则圆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，你我也无法掌握。正因为无法掌握，才更加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不要担心了，我会游走在两边天宫之间，至少短期内不会再有状况出现。我在外流落多年，今日终于在诸位鼎力相助之下重返天界。恭迎帝释天，重掌天界！恭迎帝释天，重掌天界！万幸有你们尽职尽责，力挫暗影阴谋，
捍卫世间正道。不过，邪恶并未休止，由我分裂出去的暗影天地仍在虎视眈眈。今后也有劳诸位了。接下来，我要先梳理天宫事务，大家可先稍作休息。第10天都如此轻蔑，说的对呀，我们怎么敢休息？我们得更努力才行啊！大家不必管我，我在剑中沉睡了几十年，要抓紧适应一下事物。大家休整后再做打算吧。天界分裂，不知道元始玉尊的下一步行动会是什么。宝灵上尊，你会回去沉睡吗？暂时不。啊？莫非还有东西能引起你的兴趣？哼，当然了，不管做什么事，都会比沉睡更有意义吧。暗魂的威胁一日不除，我一日不会回去。这里有我就可以了。天宫分裂，三眼神将已经去统兵布防了。真是有劳神将了。元气大伤，还要马上投身要务。这正合他意。暗魂不死，此番停战势必只是表象。哼！若敢再犯，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诸位天神，我与你们一样，都不相信暗影会就此罢手。但我们要遵守停战的承诺。是的，我们不会主动挑起争端。如此甚好。今后天界仍由你们主理，诸多事宜有劳各位。那2位尊上，今后有何打算？我只想专心修复天宫，最好立即开始。宝灵上尊的能力，实在令老夫叹为观止。宝灵上尊对自己的造物有莫名的执着。呵呵，沙欣，这不和你一样吗？沙欣大神，我们正在抢修卷宗，需要你的指示。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，我就先过去了。辛苦了。沙欣大神，我们要在大殿倒塌前，将文书都搬出来。按优先级，首先是东半区，然后才是西半区。是。你也先将里面案台的卷宗拿出来，那些文件最为重要。是。这些先拿出去吧。沙欣大神，那边案台上的卷宗都不见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看管好这里。没关系。你是谁？
真好。不要提防我吗？明明已经堕落成这个样子。你是对我人有怜惜吗？不，我会杀了你。我真是太开心了，你的眼里终于有了我。多亏杀心大神尽职尽责，记录了那些天宫使者的回信，我才能知道永恒之火的行踪呢。这份卷宗你是带不走的。可只有我熟悉你的一切，这么了解你，执迷不悟。多谢杀心大神，我还会再来的。穷寇莫追，不要再扩大事态了。暗魂难以捉摸，只怕他们仍不断会有小动作。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唐三藏他们。永恒之火一旦得手，暗魂将不再忌惮道德太尊和宝灵上尊，平衡将被打破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不管是谁，总会顾及我道德太尊的面子。哼，也只有我们会顾及了。哼！如今天界要提防暗影，分不出人手保护唐三藏一行，他们只能靠自己了。不过加上孙悟空的回归，情况应该不会太差。孙悟空，他人呢？哎呀，大事不妙！我的灵丹！我的仙丹！道道老头儿，你总算没有忘记我，给你留下一颗，接住啊！嘿嘿，踢歪了。孙悟空！